其实就是这一次的配色还蛮好看的。哦，怎么轻？嗨，大家好，我是敏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亚瑟士的最新一代 V Swift FF5，接续2024年的第4代小改。现在过了2年之后，现在到了2026年的第5代，而且这次是大改。V Swift 的这个系列它已经越来越能够满足各位在座的小飞人们的双脚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一次的中底使用了不一样的材质，等一下来跟大家细细介绍。相信就是出到了第5代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应该都有多少都有听过 V Swift 这个系列。那我们的频道从球鞋大集合就是从最初1、2代那边开始的，一路这样拍 V Swift 这个系列拍到现在。那我们也一起经历了中间各代的改版，那一直以来它都是追求的就是球鞋超级轻，穿上这双鞋真的很有，我是没有在穿鞋的感觉。但是一直以来就是 V Swift 这个系列是追求极致的轻量化。那不过到了上一代第4代开始，就是有进行了一些针对球鞋设计的一些调整，其实也符合现在的趋势，就是现在球场上大部分的球员都会有跳跃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打排球的人一定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哪个位置，我们都要跳。然后像是发球，我们很喜欢跳发，然后攻击手就是一定要跳嘛。然后举球员现在也是很常会需要跳跃举球。甚至是因为我们有拦网，然后弹高的那种球，我们也是会需要追出去，然后弹高之后也是需要跳起来把球敲回来。所以防守球更是需要又跑又跳的。那我觉得通常追求轻量化的球鞋都会有一个限制，就是缓冲能力，这是每一双轻量化的球鞋都会遇到的瓶颈。但到了第5代，这一双鞋结合了亚瑟士最新的设计技术之外，中底也从 Flat Foam 升级成 FF Blast Plus。这个就是亚瑟士最引以为傲的一个技术。那在我这一次实穿实测之后，就是这边先下一个结论给大家，就是整体脚感绝对比前几代都要更舒服、更好跳。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球鞋升级的4大重点了。第一个是鞋口周围，鞋舌的部分从原本就是整个都是透气网布，然后现在变成比较加厚的版本。加厚的部分，它这边同时做了一个调整，是它这边变成比较明显的 V 字形。那这个 V 字形呢，就是对于我们脚踝往前，我们会往前冲刺嘛，然后往前冲刺的时候，脚踝一定会这样子扭。那这样扭的时候，这边有一坨就会卡住，所以现在把它削掉了，变成 V 字形的时候，这边就刚好是可以符合我们脚的这个动作，但是它又同时又做加厚，所以它还是维持有一个很好的靠牢的感觉，同时可以有一个舒服的角度空间，然后也有一个好的包覆感。然后再来是鞋领口的部分，就是这一圈鞋领跟鞋口的地方，你看很明显的它进行了加厚。那这个加厚就是绝对可以帮助你有一种就是锁住你的脚踝，包覆性就会变更好。那对于包覆感非常在意的人，像我，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这双鞋就穿起来很舒服，就是一个很赞的升级方向。好，那第二个就是鞋底纹路。好，这次鞋底纹路的改变非常大，然后它特别加强的就是比较多纵向的纹路的调整，加强很多垂直凹槽。那垂直凹槽的重点就是它实际上在球场上我们在跑动的过程，尤其是向前冲刺的时候，然后像这种冲刺助跑的过程，它可以有更好的稳定性，就是你踩下去的时候是接的比较扎实，所以你在跑动的过程，你的脚比较不会容易踩下去会有那种晃动的感觉。然后同时这个纵向的纹路它也可以增加横移，就是横向转折，像我往这边踩往这边踩的这个脚的这个稳定性，在横向的部分可以增加它的抓地力。那这个设计很明显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在球场上就是需要又接又打的攻击手。然后再来第3点就是这个大底的部分，应该说是中桥的部分。这一次的中桥它跟之前不一样，之前的中桥设计是以 EVA 跟 TPU 去做内外的搭配，这一次它升级是使用 Touch Truss， 然后它整体来说它会有更好的稳定性，然后也同时去衔接你的前脚掌还有后脚跟的这个力道的传递。那它搭配前面的沟槽，然后去让你好助跑之外，然后同时也可以对后脚跟有更好的弹性，然后这样子去带到你的整个起跳的这个过程，可能之前相对比较软一点点。那它这次的这一个中桥是更有韧性的，所以你在起跳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这样弹出去。其实从侧边看蛮明显，你看到2双球鞋的中桥厚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是可以预期踏步稳定性，还有踏步的这个力量传导上一定是有所不同。
那第4个就是我这一次最看好的一个重点，就是将中底材质从 Flat Foam 变成了 FF Blast Plus。那这个材质你知道，就是我们在顶规的球鞋们都会看到。那它不只有就是轻量的这个优势，然后它同时也有一个很好的回弹性，落地缓冲的过程会变得更舒适。所以它整体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每一次落地然后跟踩跳的这个脚感是变得更好。但是它软的同时，你不会觉得踩下去是它软，而是有弹性的软，让你可以更好的衔接你的下一步。那对打排球的人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落地，然后也有很多的奋力，就是推蹬要冲出去的这种，那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帮助。技术升级的部分我们现在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实测。好，第一个呢就是重量。那重量的话，我们都用2只左脚，因为我的鞋子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都会一起变重。好，这一点是要先讲。我们在拍摄的同时来拍摄新的这一代407.2，旧的这一代第4代是341.9。看起来这是新的这一代相对来说比较重了一点。这一次蛮明显，就是它整个底，就尤其是这一块，它是有加厚的，所以重量上变重，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脚感上踩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维持原本的那种很轻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实测继续看。下一个是落地缓冲，就是我原地起跳之后落地缓冲。那针对这一次就是缓冲方面的升级，那在前几代我可能不太敢像这个影片这样子跳。不过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双球鞋的落地缓冲的效果是让我蛮舒服的，可以直接接触地板。那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我跳完之后落地的时候，我的膝盖是不会需要分太多的力量，真的是有加强了落地缓冲的能力。那这样的升级就是也可以让我身体可以好好的去更有余裕的去打下一颗球，去做下一个动作。然后就短冲测试，就是我觉得它整体来说跟前几代的效果一致，就是它维持了一个很轻的感觉。然后在起跑的过程，从0到加速到顶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觉得虽然它重量变重了一点，然后它整个大改，因为我觉得透过它的这个回弹性的这个效果，还有这个运用的这个 Twist Thrust 的这个技术，然后让这个每个踏步然后加速是踩出去的感觉是非常有感，真的是还是一样很快。那第4个小测试就是我觉得相对难做的是落地后的短冲。这一次因为增加了缓冲的这个效果，所以之前可能没有办法跳过去，然后再开始跑，因为我觉得这个衔接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然后会比较相对弱项一点。但是这一次的升级，让它缓冲的提升之后，落地之后再往上踩出下一步是，你知道是非常轻松的，是跑起来是很快的，你知道整体来说是更舒服的。那第5个就是运用到球场上，我从3米线左右，然后退到底线这边接一颗球，然后转身再冲回去，再打一颗后排攻击。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算是折返跑的短冲球场上的一个效果。然后在这个跑的过程，很明显是跑起来很顺，然后转折之后冲刺加速，然后跟起跳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是可以印证说它的这个落地缓冲，还有起跳跟回弹这个效果是非常能够帮助到我们攻击手。那通常就是这个转身接球这个过程，我们回正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身体不是很稳，那跑动一定也不会不稳。那这双球鞋，我觉得它经得起这个考验，跑动稳了之后，那最后的助跑起跳都会很稳。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前排的攻击手的一个操作，就是拦网之后打一颗长的，然后再打一颗短的，这是我们攻击手常常会做的事情。然后当时我会觉得很明显，就是我的退后的过程是很轻松的，很快跨个2步就可以踩到3米线附近，然后也可以切换成就是重心拉回来，切换成冲刺助跑的这个模式。所以来回波的这个就是进退，然后打攻击的这个就是这个助跑速度都可以维持得很好。然后再来是快攻手就是打一颗 B， 然后之后然后再切进来打一颗处理一颗往上球。我想要试试看这张球鞋适不适合拦中跟快攻，那结果看起来我就觉得非常合适。就是在第一次跳打 B 快的时候，就是整个起跳的感觉是很轻松的，而且可以很快就到达那个高度，然后助跑的过程是可以很快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很适合可以拿来打快速的进攻。再来呢，我跨步到中间，然后处理一颗往上球，就是连着打第2颗球的这个过程。那因为落地缓冲的效果是很好，所以我落地之后再去踩下一步，过程是没有必要的停留，所以我上去之后可以马上再跳起来处理下一颗球。对，因为如果说我这时候我身体是不稳的，我下一颗球绝对是下去用低手把它接起来，整个是很好运用在这个快速来回的这个环境。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针对就是 V Swift FF5 这一代，就是
整个大改版的技术设计的分享，然后还有介绍。那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更适合排球人的一双球鞋。从原本比较轻量灵活的这个定位，转变成一双又轻又好跳的一双球鞋。那在强化缓冲能力之后，我觉得它是更符合我们在球场上就是各个专项位置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有需要跳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有些人的脚是整个脚的面积是相对比较宽的，那就宽的通常会非常难选择高阶球鞋。有去试穿的话，就会知道说，大部分的高阶鞋款通常都是相对比较窄一点点。他们这个系列很好的点是它有宽楦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脚板比较宽的人其实可以去试试看这双球鞋。那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两双呢，这是这一次 FF5 出的这两个配色。那这个配色就是以白银黑为主，那这个是 Hyrule 春风系列的，这个鞋 V-Suit 的位置是亮亮的，有没有？那全系列是以春日洒在球场上的光线，然后还有清新的春风的这个感受，然后去做设计灵感，透过明亮层次感的配色，然后就是注入春天能量的概念，然后去帮助大家在打球有个更好的心情。这样，那这样球鞋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朝气。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还会犹豫，就是什么时候要入手高阶鞋款的话，我建议就可以从这双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它在改版之后，我觉得它整体的表现变得更全面，然后它的价格还是一样保持的比较亲民，然后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一次 V-Suit FF5 的这个改朝换代，然后一起入手高阶球鞋吧。最后呢是抽奖时间，这次我们要抽出一双的 V-Suit FF5 的球鞋。抽奖办法就是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喜欢这支影片，然后在下方留言有一个春天的一个意象，像是樱花，然后再来就是去我的 IG Reels， 我们有一个拍摄这个系列的 Reels， 然后去那个 Reels 下方留言 tag 一个朋友，然后写上就是今年的新年贺词，然后最后再转发那支 Reels， 然后 at 我，然后跟亚瑟士。那开奖时间呢会在2月24号的晚上10点左右，就是大概是那时候，因为可能要看一下我小孩的状况。那幸运的怎样子就可以获得亚瑟士干爹寄出的新年贺礼。那如果对今天的影片或是球鞋呢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啊，或是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按赞哦。我们下次见，祝大家马上成功，马上中奖，拜拜。